2013年7月9日，韩庚回到自己北漂生活时租住的房子。此时距离当年已经过去了11年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再次回到这里。就这儿，安苑东里1区，对，那个白楼嘛。对。感觉别人当时在此租住的他也没有想过未来自己会走多远，而那一年，在这扇门后，韩庚开始了他的青春。敲一敲，有没有人啊？不好意思。12岁到29岁，他从一个普通的少年，成长为万众瞩目的人气偶像。我去韩国之前，都是有青春。17年的时光，他的人生经历了怎样戏剧性的转变？就一下，服从甲方所有的条件。3个月独家跟拍，首次全景呈现，听韩庚讲述青春的故事。一直在幻想着要出道，青春就是义无反顾的一个成长。2013年5月1日，毕业10年的韩庚重新回到中央民族大学。这是10年来他们第一次基本聚齐的同学会。今天早上我们就躲在这里边厕所里边，然后晒高高。这时的韩庚29岁，在中国，韩庚是一个被很多人知道的名字，而在96级舞蹈班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。这同学之间还是那样。在上学那样10年前那样的很单纯，很简单。再来一遍，没记住。此时，距离韩庚来到北京，已经过去了整整17年。江省牡丹江市来到北京，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中专班，专攻民族舞。那一年，他12岁。在此之前，学舞蹈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。刚开始父母都不同意，就连我准备要去北京的时候，我的哈尔滨的亲戚，我的什么舅姥爷啊、姑姥全都来到牡丹江，就告诉我妈不能让孩子去学舞蹈。你男孩学什么舞蹈？娘了娘气的，那以后没有什么发展，舞蹈的生命力又那么短，你让孩子干嘛遭那个罪呢？但家里人呢，只有我的姥姥，我的外婆是最支持我的。她说一定要去学舞蹈，我支持。谁要不让孩子去，我跟他玩命。那您能转起来吗？也知道了，那转一个，转一个。这时的韩庚只对跳舞有着单纯的喜爱。对于黑龙江的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跳舞意味着孩子要过他们完全不懂的生活。在他做小生意的父母眼中，这个爱好有点像他又一次的心血来潮。家里人都觉得好好学习，学点什么其他的专业都比舞蹈强。但那个时候就说我也学了很多，小时候学书法，没学2天不学了，学画画，上了1节课没意思走了，学围棋，知道怎么下了就走了，就学到东西很杂，什么都学，到最后就没想到是舞蹈，
是成了就是我喜欢的东西了。考民族大学的时候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下腰，我说我老师我不会这么下，那你怎么下？我躺着这样下，下腰，记得还挺清楚的。完了之后，老师就，还有一场考试是老师摸你的骨头，摸你的脊椎，直不直，量你的手臂那个比例，你的手长不长，腿长不长。当时我条件还挺好的，但是挺多的，上百个了，男孩录取了16个。不可避免的，每个跳舞孩子必须要面对的问题，就是要开始真正的入门课，最苦的基本功的训练。我的基本功不是很好，因为我进校的时候基本功就比别人差一些，有的孩子真的是5、6岁就开始练。确实你看的时候还挺打击的，那我也练。就我觉得那个时候，我为什么说我大部分的时间在练功房，有很多时间我就是确实泡那儿死练死磕，说以后有孩子我绝对不会让他学舞蹈。这搬腿都搬不起来，这鼓还在呢。看着。抽筋了啊！抽筋了啊！抽筋了！他的学习的那种刻苦，可能家里有困难，我估计。搞舞蹈不容易，老师一下把他踩在脚底，一个女老师，她当时叫了一声，眼泪流下来了。刚开始还不是那么特别突出，到后来越来越学的就比较好。他在第2组的最中间，风格韵律啊掌握都不错，条件也很好，主要是刻苦。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，国家教委正式宣布，国家教委正式宣布全国普通高校将实行并轨招生。这意味着艺术院校的学费将由原来的几百元一下子涨到了8000元。高额的学费让韩庚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面临了困境。家里就是付了很多的钱，也交了很多的钱，学费啊，那时候还有赞助费呢，乱七八糟加起来就差不多4万多，大概是将近5万块钱。那时候已经很多了。对于12岁的韩庚来讲，除了面对从来没接触过的舞蹈，更多时候需要思考的是吃饭问题。刚开始吧，我是一天用10块钱吃饭，一天从早饭、午饭、晚饭，对，是吧？10块钱都花不完。我还得买水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拌肉，还不是吃拌肉去呢。完，有时候想吃拌肉，我说来1块5的吧，来1块5的拌肉。我看在兜里1块3，还差2毛钱。那时候学校的很多戏啊，不光是舞蹈，很多戏都在那个食堂里，就往地下看，肯定有零钱掉的。真的，我每次吃饭都干这事儿，就差那1、2毛钱，我就在地下看，每次都能找着。是那段时间我是正好长身体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不是每个月就200块钱吗？慢慢给我涨到300块钱，吃饭吃点好，比如饭比较好一点的，比较贵一点就没了。我还剩下这个钱，完我再算，我一天3顿饭，一天3顿饭，我还有几天，我要吃几顿？我在想买一箱方便面，我一顿吃1袋，我能不能坚持到最后？好，我买了，就每天就吃方便面，一顿吃1袋方便面，好几天了，将近吃了有半个月，完了就一下就营养也跟不上，长个的时候你的滑膜发炎了，所以就把我腿给吃坏了。刚入校就面临有可能不能再跳舞的噩耗。年仅12岁的韩庚要面对人生中最大的难题。在那段时间里，姥爷、
成了他精神上的支柱。这整个这个成长过程，从艺的这个路，走进这条路之后，他就是自己都承受，自己在背着这些个所有的这个困难呐，这个苦难呐。韩庚继承了姥爷的艺术细胞，老人也是这个家庭中唯一一个业余时间和文艺有点关系的人。喜欢拉琴、写诗、唱歌的姥爷，成为这段时间陪伴韩庚最多的人。刚刚进校就学一下就跳不了舞怎么办？去记者台看说你做手术，我说我还能不能跳舞了？但是先做手术看情况，哇就哭了。那时候我姥爷在俄罗斯做生意，从俄罗斯飞过来，带我去的沈阳去看病，带我去哈尔滨去看病，也不见好。这都半年了吧？完了在家里，我姥爷呢给我上课。最逗的是，那段时间我的签名就出现了。我姥爷给我补课的时候，他说万岁，你学舞蹈你也有一个签名，我给你设计一个。他就给我设计，你学舞蹈，韩庚还藏族甩袖，好。就给我设计了水袖，这样给我设计了，就现在这个签名，我一直在用。养病半年之后，韩庚回到学校，开始拼命赶课。没有舞蹈基础的他，加上之前伤病耽误的课程，每天的练习成了他这段时间的唯一生活内容。出色的成绩也让他多次随学校舞蹈团到世界各地演出。而此时韩庚并不知道，在不久之后的将来，他的命运将面临着一场戏剧性的转变。这里是大礼堂，就我们学校那个大礼堂，就是我们毕业汇报就在这里。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毕业汇报了。其实那时候啊，上了6年，所有人都想快点毕业，你知道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一定要毕业，我要把这个练功房炸了。太恨这练功房了，就每天就折磨，从那里边出来就浑身臭汗的，完了都就受不了。这地方就是我们经常从8号楼宿舍往这边来，这边我们就是最早的以前的我们的教学楼，就是上文化课都在这边上，跟我们以前毕业的时候教室一样。说是天天我说想毕业，但真正毕业那一天，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挺迷茫的，每一个学生都还挺留念，不想走。就是大家也是在舞台上抱着哭啊，抱老师也哭啊，说不想走不想走。那没办法，你还得要出去面对社会，面对你自己的人生。谢谢老师，太开心了！这10年毕业，头一次大家聚这么齐，老师也来这么齐，有好多真的毕业以后老师都没有见过，所以这见着他们真的有点想落泪这种感觉。我们还觉得他应该好好考大学，条件挺好的，是吧？将来当一个好演员。本科就没上，他直接可能家里有困难，我估计，所以这样去外面闯社会去了。其实老师们并不知道，这时韩庚的家庭条件已经不允许他再继续学业。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，韩庚父母分别外出打工。此时韩庚18岁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青春才刚刚开始，但对于韩庚来说，已经要面对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。我连民族大学的考试的钱都没有，我再去考电影学院，再考中戏。你知道那时候学费1年是1万多了已经。我在上学的时候，家里给我赚的学费，我的生活费全是我妈妈在深圳，在一个小区里边帮别人去打工，早上起来去做一些包子啊、馒头啊，卖早点，就给我赚了一些生活费。所以我才说，我毕业我不会再用家里要钱，是这样。
所以那时候我也不敢再去想去考学。稍后带来，突如其来的机会是幸运还是不幸？居无定所的北漂生涯，韩庚怎样面对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？北漂那一年，对我青春的最大的一个转折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本世纪初，一种独属于年轻人的文化现象正在逐渐形成。韩剧和韩国音乐开始不断地出现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。5人男子组合 H.O.T 成为在中国最火的男子团体，韩流正式刮起。2001年，韩国 SM 公司在中国举行名为 H.O.T China 的选秀活动，韩庚成为选秀大军中的一员。到了长城饭店，完就把我领到另一个屋子里边，去了房间就让我跳舞，跳完之后唱歌嘛。我只记得月亮代表我的心的一个歌词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就记得这个。唱了这个之后，他就说，那如果把你带到韩国，培养你成为一个亚洲的明星，你的父母愿不愿意让你去啊？我说我应该没问题吧。12年3月份吧，好像是，给我来了电话，啊，你被那个录取了，准备签合同。他跟我说是中国的法律他们不了解，合同有些东西做的不合理。完了法律那边说不让，说先等一下，我们重新改一下合同。当时韩庚并不知道自己是以3000:1的比例被幸运地选中。在2001年韩庚即将毕业的日子里，等待与公司签约前往韩国，成为他迷茫青春岁月中的一线微光。在等待的日子里，他不得不开始居无定所的北漂生涯。我的青春在我电影里边，我去韩国之前，我都是有青春的。比如说在学校里，在学校毕业以后那一年，在北漂那一年，我觉得是对我青春的最大的一个转折，最大的一个变化。我有一个师弟，他那有一个房子，他那个房子呢，就是在西藏大厦后面一个小区里边。他养了一个小狗，完一进门那个臭味儿啊，因为夏天呢，那臭味太臭了。完了里边的到处都是那个大小便，完了开始清洗，这打扫放了3天味儿都没放出去，洗澡也洗不了。一想那生活，我就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。刚来北京的时候住在这里，我记性还挺好的，还能记。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安苑东里1区。对，那个白楼嘛。对。是这个楼吧？我记得是第一个门楼。这个地方就是我，一直住了差不多2个月。2个月。一个夏天吧。一个夏天。哇，那屋子连味儿放了3天都没放出去。就是这个门洞，7楼，上面有空调的那个房间，那是我以前住那个房子的那个窗户，感觉别人住着了，但真不让进了我估计。喂，可以开看，上去看看去。敲不敲？有没有人啊？不好意思。我怎么感觉所有东西都变小了呢？对呀。是。门没关，门还是这个门。没人。咱俩进去看看。进去啊。这是我
02年毕业以后第一个住的地方，就是还是我朋友介绍说，他以前把狗养在这屋子，所以说先借给你用吧，就这样，就住在这儿。加上过了11年嘛，完再一次来这门倒是还是这样，完外边这个楼我估计我翻新了一下，外边还有保险、安全门等等，会有些不一样。本来想进去，敲门不开人，一会儿照个照片，留个纪念吧。好。每天早上我都不愿意在那屋待，每天早上出去找活。那时候有手机嘛，给我的一些朋友打电话说：“哎，那边有什么活啊？”每一个人都打，完给老师也打，完给那有没有什么活，我去跳舞啊，去赚点钱这样。那我后面就是中国国际展览中心。那我以前呢在这里跳过舞，是正好是有一年是车展，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师姐呀等等，在这儿跑过场。每天就是跑场，在西单呢，什么车展呢，蓝岛门口啊，长安商场，在木樨地那个地方，王府井，在三里屯酒吧，我都跑过场，收入特别不稳定。你有可能这一个星期你只有一场，一星期一场，一般你就跳一个舞蹈就给你50块钱或者100块钱。等待是漫长的。半年后，韩庚前往深圳，投靠自己舞蹈学院的师兄孙乐，并顺利考入深圳歌舞团。这意味着他能拿到稳定的3500元月薪。去韩国这事儿变得更加渺茫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那是我毕业以后要第一笔钱跟我妈，因为我就是10几块钱嘛，然后老妈你给我寄500块钱呗，我连床单都没有，就寄了500块钱买了床单，完了剩了100-200吧，我就给孙乐了。我说我这没钱，我这100-200块钱就当伙食费。每天我就在这吃。乐乐那时候是有自己的一个小宿舍，他自己住。我说我能不能住你这儿？他说没床，你别住我床。我说那我住地下，这样把所有的被子就铺着地，我睡在地上。3个月后，已经稳定在深圳生活，并想着继续跳下去的韩庚，再一次接到一通来自韩国的电话，签约的事情似乎又有了希望。可以签了。他说你可以签了。我说真的假的？你说我现在我在歌舞团，你告诉我签，我回去我辞职了，我签不了。你说让我干嘛？他说没问题，是没问题。好，辞职。再次回到北京，韩庚却为自己的这次义无反顾付出了代价。又签不了。他说还出现一点点问题，又签不了，说让再等一等。已经冬天了，我住哪儿去？这是韩庚有生以来最灰败的一个冬天。深圳歌舞团无法再回去，北京也没有更多的工作可以接，甚至他连固定的住所都没有。这个未来会拥有无数粉丝的年轻人，必须面对生存的问题。4个月后，韩庚决定打道回府。折腾了都快1年了，最终我还是回老家了。回老家那时候我有一个卡，那里边就剩几百块钱了。然后说我也不能天天在家这么待着，我就去了我们南江艺校。我从早上8点开始上，一天8节课吧，完了我还加课，到晚上加课，一直上到从早上8点一直上到晚上6点7点。完了有一天我是生病发高烧，就我那几个朋友一直陪着我医院，在那陪着我打点滴。完了忽然有电话，我一看，哎，那不是那个经纪人韩国经纪人给我打的吗？我说赶紧接了。我说哎，那个龙哥怎么样？他说你可以签了，你那个2月份，你就差不多2月多少号，你来北京可以签了。我说真的吗？他说真可以签了。我说好，那一下我就感觉病都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和一个外国公司签工作合约，
又是多次反复之后，这对当时的韩庚来说是件巨大的事情。已经是03年了，是我爸爸陪我去签的。签之后他就看这个合同，他说：“儿子，你想好啊，这挺累，会挺残酷的。”那时候一心，我说我等了1年多了，我干嘛？我什么都行，签。我说老爸没事儿，我能挺得住。那时候就是签的时候，他是我能看得出我爸是挺难受的，因为他确实是有点太苛刻。乙方是我，甲方就是韩国公司。乙方就一项，服从甲方所有的条件，就没了。回到酒店就是跟我住在一张床上，旁边还有人，就跟我住在床上。那时候我爸就是抱着我说：“儿子，把儿子卖了。”03年，我就自己到北京就去韩国了。那一年我才知道说，人去拼、去奋斗、去要做一些事情有多难。那时候就把我的整个心态都改变了。不管你做错了什么，不管你是遇见了什么，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正确的，都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成长。稍后带来踏上异国他乡的旅程，换来的是又一次漫长的等待。在激烈的韩国演艺圈，韩庚凭借怎样的信念得以幸存？最主要就是赚钱。在等待了1年后，韩庚如愿以偿地踏上了前往韩国的旅程，开始了为期2年的培训生涯。在韩庚实现了前往韩国的梦想后，摆在他面前的是又一个前路迢迢的等待。此时，韩庚并不知道在不久之后的将来，他的命运将面临着怎样戏剧性的转变。就陌生，全都是韩国字，什么的都不知道，就来一个안녕하세요都不知道。上了车，我就那心里给忐忑，说他给我们拉到哪儿去，害怕。完还有一个摄像呢，跟着摄像，挺害怕的。一直都幻想着要出道演出，我可以赚钱。那时候幻想的我每天什么样的生活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还挺天真的，给我拍一些照片，宣传照片。我是第一次享受着这种待遇啊！完了回去我就跟我妈说：“妈，我好像要出道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？别人给我怎么样？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。妈，我好像出道好几次了。”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妈给我打电话怎么样？我说：“啊，这是拍一些宣传片，宣传照片。”所以就一直都期待出道，出道就有钱赚了。입니다. 태행을 부르겠습니다. 就因为这个朴实的信念，让韩庚成为最后留下来的人。说我必须要坚持，我要赚钱。其实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想过，我说我要去做一个艺人，做一个歌手，有多有名，做多大的腕儿。其实想都没想，我最主要就是赚钱。2005年，韩庚作为12人组合 Super Junior 的成员，正式在韩国出道，成为第一个通过选拔培训在国外出道的中国人。Super Junior 出道后，在中韩两国迅速蹿红，韩庚初次尝到了走红的滋味。然而成功出道并没有给韩庚的生活带来如他意想中的改变。因为外籍艺人身份，韩庚不得不面临长达8个月的限制期，戴着面具又载歌载舞，构成了他出道生活的2面。韩庚一方面享受着可以自力更生的惊喜，一方面陷入前途不知所终的焦灼。应该是07年，完我回去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去见面，
完我回来了，我妈还给我包饺子。那时候我妈妈工作呢，说不能这两天待着，我找些工作吧，就去了大中电器，去站柜台，就每天站的脚都是肿的，因为年纪也挺大，你的脚都是肿的，就卖冰箱，完每个月就那一点钱，卖出去呢还有一些分层。完有一段时间跟我说，我要不我去做家政吧，我说干嘛呀妈，你就别折腾了。我说我这还有一笔钱，我说包饺子，那咱们做个饺子馆，做个小饭店，你还能忙起来。我就把第一笔钱挣了13万嘛，第一笔钱10万块钱就给了他，开了一个极其小的饺子馆。那个你说好了就常来，是吧？然后那个羊肉大葱。知道他的不容易，所以说我要做的事情，我也是在想，都是挺不容易的。谢谢，好，哎，啊，慢走啊。他以后大家都特别喜欢你啊。别了 ，OK， 太棒了。那时候我特别心疼我妈，因为我没能力啊。有一次我跟我爸完出去公园去逛。我说爸，我明年我争取把这买一套房子。我说在北京一定要买房子。他说儿子你努力啊，但你别太辛苦了。因为我爸他们也挺辛苦的，因为我爸爸糖尿病，完了这也不能说干太多累的活，所以只能一高就又晕了。那时候我已经出道了，有些人还知道我了。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挺心酸的，要什么什么都没有，光有名有什么用啊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些东西看得特别淡，什么名啊利啊看得特别淡，我就是看钱，玩命去赚钱。为了发展中国市场，2008年，韩庚带领组合的中国小分队 Super Junior M 回到中国发展，组合的人气开始覆盖全亚洲，所到之处万人追捧，韩庚的生活也在随之发生着变化。2009年，已经出道4年的韩庚在北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。我觉得我有房了，我在北京有房了，反正是值得的，不管是付出什么东西。但毕竟现在回头来看，现在就是家里的父母还是都是很幸福的。我觉得他们能幸福、身体健康、开开心心的，这我最大的愿望，也实现了。明年见。生活似乎在向更好的方向顺理成章的发展。万众瞩目下，年少成名的韩庚却在经历了一场内心的纠结与磨练。应该从08年吧开始，那时候我朋友在我旁边说，你知道你变了。我说我变成什么样？变成像一个暴发户。当时啪就像一雷打着我一样，躺在床上我不睡觉，我就在那想，我说怎么着，我怎么是这样？连我妈都说我，你现在还你得那么单纯，你得那么傻，就办事你也不会办，聊天你也不会聊，啊，你去人际关系你去沟通你也不会沟通，说一些话都没边没际的，那别人玩你跟玩一样，接触人也杂了，所以慢慢的就虚荣心也高了，就慢慢就会变，真的是就是挺膨胀。所以那时候就慢慢提醒我以后，我就挺注意我，你跟他们其实没什么两样，只是你的工作性质不一样而已。稍后带来盛名之下，他为何选择不辞而别？如果我要真像他们自杀怎么办？巨大的责难和非议，韩庚怎样面临人生的再一次转折？韩庚的成功，使得一批批怀揣演艺梦想的少年远赴他乡，开始寻梦的旅程，也开启了中国和国外娱乐圈合作挖掘新人的全新模式。2009年，已经在演出中找不到乐趣的韩庚，开始酝酿一场巨变。我离开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工作不开心，因为跟他们沟通过，说我真的很想做演员，
那时候是出的第13张专辑吧 ，Sorry Sorry， 就像现在的 Gangnam Style 一样。但那个时候就是我说我就结束了，我可不可以去学习一下？我想去进修，我想学习英语，或者你不让我拍戏，我学英语行不行啊？就是那时候工作状态，整个人就把自己也封闭掉了，任何人我都不想去说话，工作我都不想去，觉得有点自闭症了。有人去拍戏了。那为什么我不能呢？有人也拍广告，为什么我不能呢？那所有的法律已经全部都可以让你签10个公司，可以去拍广告，为什么我不行呢？我是很多事情我闷着不说，但会积攒，一下就爆发，就会，挺可怕的。就后期的时候，电话就每天都打，可能随时都打。他回来，他一走，一下飞机他就打电话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但是他就可能就是给朋友打个电话，给家人打个电话，他就觉得舒服了。最终有一天，他就是韩国自杀率很高，艺人，然后他突然说：“那有天我要自杀怎么办？”他说完这话以后，你就觉得事情是很严重的，只是我们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。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理状态已经不对了，已经坚持很长时间。那我说如果我要真像他们我自杀怎么办？我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，名利对我一点都不重要，大不了我当老师，我怎么都能活。做一个工作室，我懂工作室，也有可能没有说现在的比现在的生活那么好，比那时候生活那么好，但是我觉得我开心啊，我工作开心啊。2009年12月21日，对 Super Junior M 而言，只是他们繁忙工作中的普通意外。对韩庚而言，表面的平静，背后却酝酿着一个惊天的计划。没有人想到，这将成为 Super Junior M 最后一次同台亮相。我记得挺清楚，我演完出还每个人看了一眼，跟工作人员。我走之后我还挺淡定，我说我的身份证还在公司里。我说哥，我今天我要拿身份证，我妈妈要用我的身份证。他说那你明天再拿吧。我说明天就赶飞机，不知道都回韩国了吗？我说你今天你给我晚上马上得送过去。半夜1点了吧，12点多1点了吧。我就说我就必须拿到。经纪人呢就说你说韩哥这怎么有毛病吗？你这么晚还拿着？那天是演完出第2天，我要赶飞机，我要去韩国。去了韩国，我什么时候再回来？那时候什么也不想了，我只想了赶紧离开。那时候我在韩国就跟间谍一样，我从银行拿到我所有的流水，去医院拿我的资料，我偷偷的拿些资料去了韩国的律师事务所，给那律师把我所有的东西，就每天我就抽时间，我看今天下午4点有课，我现在2点回家，我2个小时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？我就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赶时间，拿到东西赶紧回去，不能让公司怀疑。我就跟乐那打电话，每天在打电话，我说我准备什么东西啊？我准备好了，送到哪儿？其实我感觉我这干的最大的一件事，哇，怎么能这么做？以前我就特别乖，不会去做一些违反规律的一些事情。就我们在小平和孙乐，在五棵松对面那个叫什么酒店接的我。我们晚上我们仨跑过去了，几乎一宿没怎么睡，兴奋啊，紧张啊。我们一大早5点还是6点啊，我们就去了机场，提前买票，就到了机场才买票，买了8点多，我记得好像7点到8点多直飞丽江的飞机，我们就飞过去了。在飞机上，稀巴巴的，诉讼没有，这个传单到没到？人那边怎么样了？完到了丽江。中午左右吧，才出了这个新闻，就铺天盖地，我们俩就看，边看边紧张，边看我说这怎么办？我说闹事儿大了，就这样。完了第2天我起来，不管什么都不看，就这样，反正已经决定了，我就是不回去。
的青春故事，就已经被更多人熟知了。回国3年，韩庚从国内媒体最初的不认知，到唯一以歌手身份登上所有1线时尚杂志的封面，拿到国际音乐大奖，成为众人期待的男主角。我还是那韩庚，还是永远不变的韩庚，为了梦想不顾一切向前冲向前拼的韩庚。希望我的作品我更去努力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谢谢大家，我爱你。谢谢。那我身为一个中国人站在这里拿到这个奖，我真的很骄傲。I love China, I love music, I love you。嗨，爆米花呢？我刚看完，爆米花一会儿给你拿来。吃口馅儿。说了好久，他吃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没知奈何天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这年华青涩逝去，明白了世间。今天天气好晴青春有时需要喘息，有时需要停下，但必须大步向前，义无反顾。这大概就是韩庚的青春给我们的启示。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，最亲爱的人，最美的时光，渐渐刺痛了回忆，付出什么，换不回什么，青春终究要散场。我得到什么，我失去什么，生命终究要告别。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无尽的忧伤，在这一瞬间，感觉如此靠近，
在这一瞬间。